是地狱也不为过吧？别让谢家的人抢先了！你很想见苏沐雨吗？赶紧去！没有谢长泽帮忙破阵，这么毅然冲上去，不怕送死？破阵而已，所见皆斩不就可以了？那我破阵也就4个字：跟着你走。这是什么？今夜怕是要死在这里。哎，别说什么死不死的，老爷子，抽完这根烟，老子就出去给你把他们都杀了。原来是这个人。若是这次能够活着离开这里，你就离开暗河，去见你的妻女吧。妻女。经历过这次事情，我才知道，我的存在是他们最大的麻烦。为了他们，我已经死在这儿了。苏沐雨呢？还不错，竟然能打到这里。但就凭你，还不配让我们头出手。迅高！苏沐雨。你们先推到一旁。我没有见过你，看来谢家藏了一把很好的刀。我时常问我师傅，我的刀法如何？师傅总和我说，我的刀法在暗河这一带已是第一。但是比起剑术第一的苏沐雨，还有很长的距离。你的师傅是谁？谢家谢奇刀。七刀叔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老师，你是他的弟子，难怪可以走到这里。我要的不是你言语上的称赞，你对我最好的称赞，就是和我一战。既然想打，便如你所愿。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，我不是来打架的，我是来找苏沐雨的。怎么这不管是男是女，都是来找咱们头的？难道我还没有资格让你用出18剑阵吗？目前看来还不够。好。冰息之术，杀！回！起！18剑阵，起！
这便是18剑阵了。你已经见到18剑阵了，那么，你觉得自己可以跨过去吗？我觉得他跨不过去。你还真敢跟来？沐雨，我记得你以前和我说过，世上的事情，只有跨不过去，才有跨过去的意义，不是吗？只有赢了会败的局，才有赢的意义。我听过你的名字，谢不谢？你是个刀痴。或许吧，他们都这么说。我也曾说过苏沐雨是个剑痴，但他不同意。若不是剑痴，怎可能学会这般神奇的剑法？是啊，而且是通过一本残卷还原出来的。当时我劝他，可他不听，因为在看到剑谱第一眼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疯了。不过事实上，他也一直参不透最完美的18剑阵。那最后呢？最后快被杀死的时候，他就突然用出了最完美的18剑阵。谢不谢？记住一句话：要见生死，才能见天地。你喜欢刀？喜欢。为什么喜欢？刀很美，刀身的弧度很美，刀挥出的那道线也很美。拿着，让我看看你挥刀的样子。原来所谓的第8刀，便是那最好、最纯粹的我刀时的第1刀。这是师父一直想悟出来的第8刀，今日便是出那一刀的机会。好强的一刀，确实很强。师父说我悟出第8刀，那么暗河这一带，我便是最强。可为什么我还是输了？你痴心于刀，醉心于刀，可是刀毕竟是死物，你需要真正值得你为之死战的理由。我不明白。就像现在，我若输了，我身后的那些人都会死，追随我的人也会死。每个人寻求的意义不同。你的意义，需要你自己去寻找。虽然我还是不懂，但我会为了赢你，去寻找你所说的意义。你要走，别忘了任务。我来这里，不是为了杀人。即刻起，我便要离开暗河。若谁有不满，让他来杀我便是。怎么？担心我偷偷进去杀你的小神医？放心吧，我的好兄弟。许巍，你放心，我只是放了点香，让他们短暂昏了而已。许巍，兄弟啊，你背负的太多了。得，我先回苏家复命去了。许巍，你也要和我一战吗？上你个头啊！你都受伤了，你以为我没有看见？喏，这是疗伤药。堂堂暗河的毒花，总是随身带着疗伤的药做什么？你以为我想当毒花呀？我是9毒成医，
你真认为那个神医能医好大家长啊？果然是温家7毒医生传，这是我给你爹留下的印记。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，就算他一生都不敢再来见我，我也要伴他一世。果然是他，他爱我只是……不可能，在幻境之中，应当无人可以看到我，除非他自己的意识已在梦境中觉醒了。你是谁？这是梦境。梦境？是的，我只是你梦中的一个过客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？是谁派你来的？鬼总部，你是苏家的人，他们背叛了我。不好，他的梦境记忆和现实记忆开始错乱。苏家早就已经背叛我了，吴家、谢家也都背叛我了。原来是这样。要是在幻境中被杀，那我是不是也死了？这师傅没说过呀。方才的问题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谁？医者白鹤怀。你怎么会苏家的武功？你用移魂大法是想找到绵龙界的秘密，根本不是替我治病吧？误会，请大家长相信，我并没有恶意。你们都想从我这里知道绵龙界的秘密，但是有些事，知道的越多，死的越快。怎么，有了小神医就嫌弃我了？不是。大家长，我是苏沐雨。哟，没想到小神医竟如此貌美。大家长，不过看来医术不精，大家长要杀他呀，那我就代劳了。苏家的三针有心，你究竟是谁？不知道我是谁，下手还这么狠。不管了，先找人来稳住这局面，剩下的随后再说。机关，快回去，大家长有危险！拦住他们！大家长，你怎么了？大家长，我是苏沐雨。大家长，快醒醒！
紧我。有我在，保你无忧。惨了！你居然碰到我了，这下要被毒死了。苏沐雨和神医掉进密道中了。我往那洞里撒了剧毒，他们必死。走吧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送苏沐雨一粒无花丸，封在了他的剑柄之中，他死不了。我们的目标是绵龙剑，快走吧。大家长，你醒了。雪薇见过大家长。雪薇，你也是来杀我的？得罪了。退！该死！神医，你没事吧？还好，我没事。这是怎么有朵花飘下来？是雪薇的毒花，服下它，这粉尘有毒。切，你只知道我是药王谷的传人，却不知道我母亲乃是天下第一独门温家的人。我会怕毒？这还是留给追兵吧。那个浑身用纱布罩着的姑娘，练的是毒功。神医慧眼，雪薇幼年时练过毒沙掌。毒沙掌不算高深的武功，应该是练功时出了岔子，导致剧毒流遍全身。本该就此殒命，却不知他怎么活了下来。人虽活着，毒还在，以至于成了一个毒人。常人轻轻碰他一下，不出1炷香的时间，就会化成一滩黑水。雪薇也是可怜人，不知神医可能救他。他见面就想毒死我，我都跳密道逃跑了，他还放一朵毒花来追杀我。现在你和我提救他的事，不合适吧？他方才对你出手，也是迫于家族的命令。若是此事过后，我和他都还活着，不再是敌人了，我可以救他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。钱管够。和魁大人做交易就很舒服。不过当务之急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先出去？哎呀，九叔，快点，绵龙剑马上就要到手了。你小子，终于是要干活了吗？谢家和穆家已经进了朱巢，算起来，咱们现在过去，刚好。看来，老爷子对你还是不放心啊。哎呦，周叔，
你这句官话说的可以啊！哎，等等我呀，哲叔。报告家主，家主，谢家和穆家联合起来攻破了朱巢，苏长河和苏哲刚刚离开九霄客栈。怎么刚离开九霄客栈？老爷子消消气儿，如今谢穆两家联手对抗大家长，昌河那边或有妙计。那就等上一等，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。神医放心，有我在。我来走前面。神医，怎么了？神医，你治好大家长的毒了？暂时压制住了，要完全治好还需要一些方法。辛苦神医了。客气了。不过看如今这情形，大家长治不治得好，性命都难保。这场争斗，多少也是因我而起。若是当年哲叔没有受伤，或许……哲叔就是神医见过的那个说方言的人。奇怪，怎么又绕回来了？那个哲叔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哲叔是上一任的魁，暗合规矩，魁便是下一任大家长的继承者。只可惜，一次任务中，大家长遇袭，哲叔带领祝影12校以命相搏，救出了大家长。可12校全军覆没，哲叔也受了重伤。你怎么样？还好，只是一些轻伤。趁这次离开暗河，和你妻女团聚吧。之前做梦都想回到他们身边，今天我才懂了，身在暗河，只有我死了，才能让他们真正安全。那就远离暗河，建立一个家园，保护我们的家人。苏沐雨，你受伤了，你先别动。身边跟着个神医，受伤了还硬撑，忍着点，会有点疼。身在暗河，死或许也没什么不好吧。我饿了，我要吃桂花糕，你得带我出去。好。我才不会轻易让你死，你得陪我出去。这么多条路，该走哪一条？不管是哪一条，我们都要面对。啊！苏沐雨，苏沐雨，苏沐雨！3家之上的提魂殿只认可绵龙剑。这一次3家精锐进出，必定要得到一个结果。重新选出一位大家长。你想在传绵龙剑的同时，唤出苏昌河？就算没有绵龙剑，我也一样会去救他。如今苏沐雨要去苏家传剑，只要我们帮助老爷子继位，这个死局便可破了。
但要让家主下定决心和苏家死战，还缺一个契机。此行前去，谁都可以杀，谁都可以死。这次之后，或许所谓的3家，只能剩下1家了。见楚不能回鞘，便索性让整颗暗河都姓苏。你不拔剑，那么就由我来拔吧。我们暗河改朝换代，为何就不能走一步险棋呢？穆家的人，谁也不许后退一步。我谢家亦是如此。难道你们不怕死吗？废物！怎么只有你自己？谢不谢呢？谢不谢跑了？他说要去游历江湖，去寻找所谓的意义，来锤炼刀法。可恶！谢少主，别想这么多了。12校死伤近半，不如我们2家联手，合力击杀大家长，抢夺绵龙剑。哼，联手？若谢不谢还在，又何须和你们联手？那你倒是把谢不谢追回来呀！你，雪薇，你少说2句。哼，谢少主，眼下大家长也是强弩之末，机不可失啊。这强弩之末，那你们可以试试。风。雷。气。这就是你所谓的强弩之末？怎么回事？难道大家长的毒已经解了？不可能，方才大家长追杀神医时的状态，明明是走火入魔了。回去告诉你们家主，想要绵龙剑，就给我安分点儿，否则就毁了它。还商量着干嘛？快撤！咱们也走吧。是。大家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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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大家长，大家长，大家长。看一看了啊！不是要去筑巢吗？怎么来喝茶了？筑巢之中有条密道，直通城外的3里亭。咱们兵分2路，我去筑巢搅个鸡犬不宁，你去3里亭等他们自投罗网。长河，我知道你在谋划着非常可怕的东西，我不拦你，我只做任务，不讲别的。谢谢哲叔。
找了一些水和干粮，咱们先在这休息片刻。感谢神爷。你答应了要护我周全，我当然不能让你死了呀。啊，这里面藏着的该不会是武功秘籍吧？哎呀，这些生意不好做。这么久不见，你像儿子来看看。人呢？苏长河，你这是要拦我的路？看你们的样子，没能闯过朱朝。你找死！来呀来呀，陪我耍耍！哼，就这点能耐，送上门来就别想走了。今天就由你来鸡爪吃肉。看来，人呢？哎，在这儿呢。这个小子吃了我一击，竟然没事。刀变得好慢啊！哦，看来朱朝一战你受了伤。这人在将死之前，果然连动作都迟钝起来了。你想要快的，那这够不够快？记得住吗，小子？太慢了，太慢了，还不够，再快些，再快些！你所愿。哎呦，看来伤得不轻啊！苏长河。今天一定要宰了你！这才叫快！傻看着干什么？一起上！是。那就一起来吧。欺人太甚！苏长河，拿命来！他是谢霸最钟爱的徒弟，杀了他，便等于和谢家宣战。怕什么？谢霸要宣战，也是冲苏家，就怕他谢霸胆子小，不敢宣战。此言有几分道理。那我先回去和他们交差。对了，谢不谢走？接下来的事情或许会很麻烦。我知道了，少了一柄不错的刀，麻烦就麻烦点吧，戏还是要演足。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，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唉，可惜了。如果有机会，还是想和他真正战上一场的。唉，还是上路吧。
这怎么都是小说画本啊？你们暗河的人都这么会消磨时间吗？真是玄乎啊！怎么了？你这么快就休息好了？暗河穆家有一位穆朝阳前辈，创造了一门关于睡觉的武功——眠息法。还眠息？只需要睡上2个时辰，其余时间再择机睡上那么1时半刻，便能恢复精力。作为一个医者，我想说，这个眠息法根本就不讲医学。即使它真的能达到你说的效果，那也是在变相的消耗生命力。神医，我们走吧。大家长那边还在等着我们呢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画本太好看了，我还有半本没有看完，能带上继续看吗？这个画本说，北离开国皇帝萧绎手下有一群影子杀手，专门执行刺杀敌方主将之类的任务，写得相当真实，着实精彩。影子杀手。神医当心，这里应该就是密室的出口了。那个苏哲身上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印记啊？不知神医为何有此一问？没什么，随便问问。神医往后退一些，我看能不能直接打碎这道门。神医稍后，我先看看情况。来，苏沐雨，我等你很久了。神医，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这里交给我。好，你自己小心啊。你怎么会知道密道的出口？我穆家本来就精通各种奇术怪道，找个密道口很难吗？傀儡杀人术，傀儡杀人术与你的18剑阵同出一辙，不同的是你控制的是剑，而我控制的是人。自不量力！傀儡勇士。苏昌河，你杀了谢繁花，你的胆子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呀！哼，浑水摸鱼罢了。毕竟混乱之中，谁又能放过谁呢？是吧，穆子哲？你敢唤出我的名字？这次之后，或许所谓的3家，只能剩下1家了。你以为我还会惧怕你这个穆家家主吗？你找死！既然醒了，就起来吧。你的伤势已无大碍，我还有要事在身，告辞。哎，
人家这里好痛啊，你帮我上药吗？你帮我上药吗？我够不着。宇哥说过，除非能拿到朱朝布防图，否则无人能擅闯朱朝，见到真正的大家长。而朱朝布防图，宇哥，我会尽力拖住这个木头，你安心解决你和昌河之间的事情吧。有点意思，一句用谢家掌怀剑主攻，一句用苏家秋风落主手，还有一句则用了你们穆家秀法化作的白袖剑助偷袭。穆家傀儡术几乎无懈可击。只是几乎无懈可击，并不代表无懈可击。傀儡用死剑，再精妙的剑法，也能破。什么？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破解之法？我从一个以剑为名的地方而来，在那里有专门的人来研究破快剑、破弓箭、破手剑。我父亲曾经说过，若非剑仙，在其面前没有资格说剑这个字。吴建成，你竟是出自吴建成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已经败了。桃花面，大吉啊！是你，奎大人知道我，荣幸之至，荣幸之至。同时对上他们两个，看来今天凶多吉少了。哦吼，这里挺热闹啊！是他来了。哲叔来了。小木鱼果然在这，苏昌河那小子看来早就知道，所以才让老子来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哲叔此言何意？让你说话了吗？啊！哲叔，你还是喜欢营造一种我很厉害的气氛。不需要营造，我就是很厉害。哲叔，接下来怎么打算呢？我打算怎么能够不杀你，还能完成苏家老爷子的任务？这怕是有些难呀。确实有些难呐，但你我二人也算是莫逆之交了。莫逆之交。这样吧，咱们俩先联手杀了那几个鬼，剩下的就是咱们苏家自己的事。哦吼，穆家几个鬼里还有个能打的呀！久仰哲叔大名，不能打也得装能打呀。小木鱼，你怎么说呢？愿与哲叔共同退敌。抱歉了，小木鱼。十一，快跑！小神医又见面了。哼，狗东西！小神医，你这是在骂我？骂没骂你？你心里有数。狗东西！狗东西！你看我这鬼宗不学的像不像？狗东西，你看我这鬼宗不学的像不像？果然是个狗东西。苏家鬼宗部，苏沐雨，你竟然把苏家功夫传给一个外人，你怎么在鬼宗部？丫头，你的母亲可是温若锦。是，又如何？狗东西！
我一开始竟没有发现，明明这般相像的。苏哲，白蛇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要你管？好，我不管。来呀，动手！给老子滚！苏哲，到底哪边的？给我看好了，这是我的女儿，谁敢动她一根毫毛，我让她死无葬身之地。可东西，你这句官话说的真好。孩子，这些年我知道我是你的，但你得管我叫爹。狗东西是你娘叫的。刚才还想杀我，现在就想让我叫你。想想你母亲，你有这性格也不足为奇了。当年我很匆忙，都没来得及给你取名字。你母亲给我取名贺怀，百壑南飞，淮水相望。是个好名字。你母亲向来在取名这一块很有天赋。比如狗东西。是啊，我真是个狗东西。恭喜哲叔，这真是一场意料之外的日期。谁说不是呢？只是今天这个场合，先打发了再进回。快去擒家主！少主，少主，家主，少主，不好了，少主出事了！家主，恕罪。家主节哀，家主节哀，家主节哀，家主节哀。谢不谢呢？谢不谢？挑战苏米失败后就不知去向。只是听说，他去游历江湖了。游历江湖。谢启倒真是教了个好徒弟呀！繁华是被谁杀的？是苏家的人杀了少主。苏家人？那为什么他死了，你还活着？属下不知，属下不知啊！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。繁华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回家主，真的是苏家人干的！还敢说谎？他的致命伤是你的奴工。属下绝无半句虚言。苏家用我的武器杀少主，就是想谢家内斗啊！苏家如此卑鄙，敌人是谁？苏长河。不可能！繁华的实力我很清楚，苏长河绝对不可能这么轻易的战胜繁华。你还在骗我！家主，少主顽疾在身，驻守那连番苦战受了些伤，眼看要成功，不曾想大家长一剑之威，险些要了众人的性命。拼死之下，我们二人才从筑巢内逃了出来。苏长河以一带刀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，家主明鉴啊！家主。家主，你刚才说筑巢，差一点就成功了。是大家长的一剑，险些要了你们的性命。正是，不光是我们几个，还有木家那几个高手也是一样。难道大家长恢复了？大家长还说，传令下去，今夜子时，九霄城中所有谢家弟子前来议事。他想干什么？他不是说去筑巢取绵龙剑吗？回家主，属下也不知道啊。老爷子息怒，老爷子，谢繁花是他杀的，那就等谢家来问罪的时候，我们把他交出去。既可以卖谢家一个人情，又处理了一个隐
换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苏长河。是啊，若是因为他让苏家和谢家先行结怨，只怕最终得利的就是穆家了。好，你亲自去，先把苏长河软禁起来。穆秋领命。唉，想不到在你玄武使的眼中，我居然还不如一张朱朝布防图重要。我出身唐门，有没有布防图无益。这么说，玄武使还是舍不得我了。毕竟，你被我唐门暗器所伤，也只有我可以治疗。那还是让这些伤恢复得慢一些吧。从未听过还有人希望自己伤势恢复得慢一些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多见你几日啊。当年在穆家学过一些药理，可学的都是杀人的技巧，没想到有一日却要用来救人。当年你我同出穆家，以兄弟相称，后来你成了大家长，而我守在这处宅子里，无人问津。你有了你想要的荣耀，我过上了我所想要的平静日子。究竟是你更幸运一些，还是我更幸运一些呢？可终究，你的荣耀被鲜血所吞噬，而我的平静也终有被打破的一天。我听那个叫苏沐雨的年轻人说起过家园。看来你没有忘记当年我和你所说的那些话，真的创立出了一个可以让暗河子弟离开这些杀戮的地方。可是我们都已经老了，已经来不及走到那里去，就要死了。希望我们当年没能完成的梦想，新的年轻人们可以实现吧。好了，你放心休息吧，我就在旁边守着。我这里还有最后一支守魂香，再为你续上12个时辰。从小就与刀剑为伍，没想到竟会有一日连自己的武器都拿不起来。还别说，往日里咱们都是刀不离手，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，突然之间连自己的武器都拿不起来了，还真是有些不适应啊。是啊，胡哥，要是有一天真的过上了平凡人的生活，怎么？你小子想隐退了？哼，我只是在想，如果我们都过平凡人的生活的话，该如何谋生呢？哎呀，我还真曾想过，那时候头说要带我们去家园，我就幻想过，反正有的是力气，要不咱就开个打铁的铺子，做个铁匠。不过现在这铁匠是做不成了。咱们这些人啊，除了打打杀杀，好像还真就不会别的东西了。也不知道头选的这条路对不对？管他对不对，这些大是大非，咱们也不懂。我只知道我要跟着头一路走下去，这就够了。没错，只是不知道头现在在哪儿。
大家长怎么样了？看起来情况很不好，柯叔让我先出来，但我看他似乎也已经无能为力了。该死！现在我们全都受了伤，大家长也危在旦夕。若他们再发一次像那样的进攻，我们恐怕性命都得留在这里了。不要说这些丧气的话，我们只需要做好事情，然后在这里等。等什么？等着头带着神医回来。我们永远可以相信头，他不会抛下我们，他会带领我们平安地走出九霄城。给我上！这是什么形式？穆家的鬼虚阵法，小心了！魑魅魍魉，你敢在我降魔法杖面前放肆！真没意思。车叔啊，我们一起共抗天外天的时候，怎么没发现你有这么厉害？女儿面前，自然要卖点力嘛。况且对抗天外天什么的，又冒给老子钱。慕白和穆青阳跑了，跑了就跑了呗，真留下来两个小子会逼急木子遮了个疯子的。车叔，咱们一起回猪场。对你和神医没有影响吗？哎呀，怕啥影响啊？大不了过凭本事喽。现在装好人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乖女儿，你不知道，暗河规矩不能与外族人通婚，否则……那你就怕了？你知不知道我娘亲死了？我知道。因为他就死在我怀里。那一年，我得知你母亲身染重病，便偷偷去了温江，也想办法帮她寻求名医。只是可惜啊，娘亲的病，连老神医都束手无策。唉。后来，暗河警告我，要是再去见你们，就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不怕死，可是我怕害了你们呢。如今一切都已明了，神医，你也不要太悲伤。你们父女重逢，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。现在是高兴的时候吗？对，小木鱼啊。难怪昌河那小子看谁都砍一刀，唯独对你最是心软。你果然招人喜欢呐。昌河此刻在哪里？他呀，不愿与你相见，去执行更危险的任务了。这次之后，或许所谓的3家只能剩下1家了。你以为我还会惧怕你这个穆家家主吗？你找死！蝶舞，紧张！糟糕！安和送葬师，永别了。
穆家家主也不过如此。都说穆家家主3丈之外可称无敌，但如今已近3尺，那就是我的天地。手法不错，只可惜你的天地转瞬即逝。我的天地一瞬便是永恒。最狠的毒，哼，对穆家的人用毒，真是可笑。即便是你，逼出这点毒，也需要一点时间。我可以先杀了你，再逼毒。你可以杀了我，但你能杀得了我们吗？恭送穆家家主。这个苏哲实力太恐怖了，毕竟是差点当上大家长的人。我要将此事禀报给父亲。这一次不仅要杀了大家长，就连苏家也要连根拔起。不错不错，但要让家主下定决心和苏家死战，还缺一个契机。什么契机？比如你的死。长河，你可真是好手段啊！老爷子，见笑了。能从穆子哲那家伙手下逃生，全靠老爷子增援及时，长河只是侥幸罢了。哼，你应该知道，我指的不单单是穆子哲这事儿。我问你，谢繁花怎么死的？谢繁花那家伙本就是半死不活的样子嘛，这次任务中偶然遇见，顺手就给宰了。毕竟谢家那些人也都在等着他死呢，我这也算是帮了谢家那些年轻人一个忙。好，那么我再问你，为什么慕白也死了？什么？慕白死了？谁杀的？苏哲。哎呀，完蛋了！哲叔平日里最爱偷懒，怎么这一次这么出力？杀了慕白，那穆家不得扒了我的皮呀？他不止扒了你的皮，而是要扒了我们整个苏家的皮。穆子哲，他就是个疯子。如今他儿子也死了，咱们跟谢穆两家已经是无法善了了呀。我只是让你去杀药王谷神医，却没想到你让苏哲杀了慕白。罢了，剑出不能回鞘，这一次便索性让整个暗河都姓苏。家主雄才伟略，苏长河誓死追随。你誓死追随，那苏哲呢？哲叔，他怎么了？他，穆秋，你告诉长河，苏哲怎么了？苏哲不仅杀了慕白，而且还选择和苏沐雨站一队。此时他们一行人正在返回朱巢的路上。老爷子，请再给长河一些时间，一定给老爷子一个满意的答案。哼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接下来苏家的活动就由穆秋负责吧。你也正好养养伤。老爷子，穆秋领命。
什么人？我来给苏昌河送饭。就我自己过来了，老爷子下令说是为了保护你，特意增多了一些巡逻人员。就连本家弟子想来见你一次，都得先用送饭的名义才能过来。哼，想把我软禁起来？你为了给苏沐雨留下生机，现在连自己都软禁起来了。我们的计划就这样半途而废吗？时机未到，等我信后吧。哎，让我看看都带了什么好吃的。怎么没带点酒水过来啊？大哥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想着喝酒啊？待会儿你帮我送个消息出去。这就是信号？不冲突，就一句话：守住梦想，离开是非。你的伤势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剩下的只要好好静养便可以。我要走了。离开之后呢？继续执行你之前的任务吗？即便你不动手，大家长也过不了这场劫难。而你一旦此刻动手，或许代表着天启的玄武使加入了暗河的内斗之中，这于你而言会是一件麻烦的事情。多谢姑娘提醒，我自有打算。木头啊木头，你真是块大木头。那你走吧，雨墨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。告辞。啊，真是心狠的男人啊！守住梦想，离开是非。看来昌河哥哥遇到了不小的麻烦。看来被软禁之后，你过得更加闲适了。我躺在屋顶晒晒太阳，不算坏规矩吧？只要你不踏出这处府邸，别给我添麻烦就好。早知道早点受伤了，不用打打杀杀，晒晒太阳、睡睡觉的感觉真不错呀。你得了闲，却害了我。穆秋书是宗门本家出身，武功一流，威望很高，比我适合当主帅。等我伤好了，定为穆秋书鞍前马后。放心吧，一定等得到你伤好。我如今的策略是等。我当时的策略也是等，怎么就被老爷子带队来威胁呢？因为当时谢家、穆家都陆续动了手，唯有你一直在那里光看不动。但是现在不同，谢家、穆家都受了重创，且都对我们苏家有了巨大的敌意。我们若贸然动手，很有可能会遭到他们的联手对付。不必担心，老爷子说了，以后整个暗河都姓苏。现在局势最不利的却是我们，就好像有一只手在无形之中操控着这一切，而他的目的是让暗河在这场混乱之中没有一个赢家。哦，是谁有这样的能耐？雪月城、无双城，还是天启城的那个举世无双的王爷？暗河真有这么重要吗？值得那位王爷出手？你也未免太看得起我们了。除了他们，谁还有这样的能力？雪月城那几位当家的，和我还算有点交情。要不，我去问问他们。你说10句得有9句是假话，
唯有一句真话，却可能改变很多。我只是个无名者。穆秋叔这么看得起我？哼，君子之泽，30而衰，50而斩。暗河传承至今，若没有你们无名者，早就该衰亡了。若有人能看破这场迷雾，我倒希望是你。又起风了，今晚的雨怕是小不了啊。怎么还没消息？不行，时空生变，去把穆司令请过来。是。谁干的？苏家，苏哲。苏家站到大家长那边了。他原本是要杀药王谷的神医，却突然对我们发难，少主中了他的金环。我拼死之下，才夺回了少主的尸体。柯家，苏哲，很好，很好。把他放出来吧。柯叔，神医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，担心三家再来偷袭，我们全部守在筑巢，不敢继续。速速派人去寻，12个时辰内若无人救之，大家长便神仙难救了。哎，我们12校还能站着说话的，就剩6个。你什么意思？柯叔，您别生气。申侯，你少说2句。我回来了。头，苏哲，头，他怎么来了？暂时没有时间细说，你们只需明白，哲叔作为上一任的魁，他愿意站在我们这一边。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是啊，肃清暗河内乱，乃吾辈之责。该死的苏沐雨，
别乱给我扣帽子。柯叔，大家长情况如何？梅香越来越浓了。是啊，越来越浓了。还望神医救治大家长，一切安和于水火之中啊！放心吧，柯叔，我已经找到医治大家长的方法了。但闻其详。以命换命。血气刀那徒弟的下落找到了吗？回家主，谢不谢败于苏沐雨之手后便离开了。我们派了数名弟子去寻，但还是没有下落。哼，擅自离开暗河，便是叛逃。先回些路。在。传信给谢七刀，让他来九霄城。想要置身事外，笑话。家主。华清，家主，苏昌河就交给我吧。大哥，不是我说你，为了一个苏沐雨坏了咱们的计划，值得吗？急什么？无非是软禁些时日而已。以沐雨的性子，不会坐视不理的。哼，他就是有心想要帮你，只怕你是无能为力了。现在三家的目光都在大家长的炎龙剑上，只要大家长不死，沐雨还是亏。即便三家翻脸，强抢炎龙剑，也只能是玉石俱焚。沐雨要是知道我被软禁，他想救我，他会传绵龙剑给苏家家主。哼，你倒是对你的好兄弟很有信心啊，就怕……管好你自己的嘴！什么人？谢家人的报复即将开始了，去告诉沐雨，让他尽快离开九霄城。厨娘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没有保护好朱颖12小。别给我装神弄鬼的！好啊。苏沐雨，我是打不过你，但是你也别得意。我并未得意，只是疑惑。
来找我有何事？以你的剑术，长河让你来找我，定然不是来杀我的。哼，杀你？你可是他最好的兄弟，那怎么舍得？我们原本的计划是利用谢幕两家的高手，刺杀大家长，夺取明龙剑，顺带着将他们也尽数坑杀在朱朝，将所有的罪名都推到朱颖和你的身上。可惜呀，到最后，他还顾念着和你的兄弟之情，让你快跑。够了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他让我带话，他现在是天境之人，再不用与你拔刀相向了。长河被软禁了，为什么？办事不力，再加上他杀了谢繁花，折叔杀了慕白，导致其余两家将矛头全部指向了我们苏家。他让你守住梦想，远离是非。远离是非。不用找了，是雨墨的信件。哦，他怎么说？重伤未愈，无法回到朱朝。什么？他怎么可以这样？能够撤除此次纷乱，未尝不是一件幸事。头，你在想什么？忽然有些累了。倒是第一次听头说“累”这个字。从三里亭回来的路上，看到哲叔他们父女相认的喜悦，我突然有一瞬间，仿佛从这场杀局中抽离出去了。可回到这里，看到你们身上的伤，臭牛的粪，让我很自责。又回到了暗河的世界，突然就觉得很累。头儿，若此事能够顺利了结，你会成为大家长吗？不会，我想去家园。头儿，你认为家园真的存在吗？那个所谓的暗河中唯一的净土，在那里可以真正的放下屠刀，过一个平凡人的生活。可家族中很多人都认为，那只是一个谎言。不，家园是真的存在的，那里有我的亲人。哼，头儿，你知道我们为何愿意跟着你吗？头儿，我们跟着你，是因为在你身旁，我们才觉得像是作为一个人，而不是工具存在。我出生于暗河穆家，我自有记忆开始，便在学习如何杀人。我们都是别无选择的人，我们也都是世间极恶之人。在我人生的前20年，我每一刻都想了结自己的性命，结束这罪恶的一生。但是头，你是不一样的。我以为加入朱颖，不过是这段噩梦的延续。但是头，你是我在暗河见到的第一个心存善念、心中仍留有阳光的人。你说加入朱颖，可以不再是杀戮的刀，而是守护的刀。那么我愿意为守护而死。即便你守护的是一个极恶之道的掌控之人，不，我守护的是头你呀。那我守护的又是什么呢？没有谁生来就是坏人，而即便成为坏人，心中所喜欢的，也依然还是善良的人。奎大人，若暗河之中是永无止境的黑夜，那你便是我遇到的第一束阳光。头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请执绵龙剑，继承大家长之位。请奎大人执绵龙剑，继承大家长之位。我答应你们，一定带你们回家，荣耀且自由的回家。
不是说无事莫要来打扰我吗？这一次弟子前来，有3件事要禀告。讲。第1件，谢不谢回来了？回来了。人呢？他说有个东西要给师父看。他和苏沐雨对战了，这便是他寻到的第8刀。不屑说，这并不是真正的第8刀。他说给他几年的时间游历，得到答案后，他再回来。他罔顾任务，私离暗河是死罪。他10日不回，提魂殿追杀他的手书就会毫不犹豫地发下去。第2件事与此有关。写那些废话我不想看，你直接说了便是。家主说，只要师父您愿意去九霄城助谢家一臂之力，那么他就会求情提魂殿，赦免谢不谢的死罪。哼，谢霸的家伙，倒是打得一手好算。那师父，您是去还是不去？第3件事是什么？第3件事是有人送来了一件礼物。此事的发展似乎已经超出了我们最初的预料，我们需要动手干预了。那么，我们3人中应该由谁前去呢？自然除了你，都可去。此行可减恶，可赦罪，唯独赐不了福。那便我去吧。那便你去。此行前去，只需记住一点：谁都可以杀，谁都可以死，但是暗河必须依旧是暗河。许久不见了，大家长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真的要听苏晋辉的，要来杀我？大家长认为我会杀你吗？这些年，很多事情都变了。是呀，很多事情都变了，但唯独大家长的谨慎一点都没变。既然不是来杀我，那你是？我女儿说，收了人家的钱就要把你医好，所以冒的办法就来了。女儿，药王谷，温家，她是你的孩子。是啊，所以还得多谢大家长啊！若不是这一招，我还无法和我女儿重逢呢。当年你那么大阵仗，我想忘记都难呐。大家长，你醒了。神医，不错不错，看来你这毒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只是切记这几日不能过分动用真气，否则就功亏一篑了。原来那日神医用移魂大法来探究我的记忆，是为了从我的记忆里寻找你的父亲呢。话虽如此，不过也确实是为了治好大家长的毒嘛。你看，你现在也算是变回一个正常人了，咱们的钱是不是该……答应神医的自然都会给，但是我很好奇，神医究竟是如何医好我的？
血漏一枝梅毒液侵入人体后，会顺着血液流过，毒到之处如万蚁噬身一般痛不欲生。我以移魂之法与大家长同感同知之中，我发现52丹穴、300双穴以及50个经外奇穴之中，有一处穴道得以幸存，那就是至阳穴。于是我就用了109根银针，将那血漏一枝梅的毒全部逼到了至阳穴。最后在至阳穴再刺一针，方将那毒尽数逼出。我也曾经这样想过，但是若那一针刺破了至阳穴，那结果只可能是真气大泄，毒发身亡。因此下一步是需要一个内功精湛之人，以手掌附至阳穴，将那毒给吸出来。所以这病最后救治之法很简单，就是以命换命。以命换命，是阿克吗？我还以为大家长猜不到是他呢。我记得第1日我们进这朱巢的时候，大家长明明已经站都站不稳了，却还要在他面前保持着正常的模样，还和我说，要是见过他杀人的样子，便不会再对他放松警惕。可就是这个无法让你放松警惕的阿克，为你献出了自己的性命。他人在哪里？他已经走了。这条路我守了半辈子，无论何人也从未敢踏入半步。这朱巢的无声阵，何尝不是暗河中人的梦魇呐？此番回首，却也恍然。魁大人，在临终之前，就再陪我走完这最后一段暗河之路吧。柯叔，真的不等大家长醒来了吗？你和大家长之间的关系很好吧？就如你和昌河一样，了却恩怨，再无牵绊。对彼此来说，我们都未曾远去。真希望能像柯叔一样，有机会远离暗河，远离纷争，去属于我们的家园。木鱼呀，大家长没有看错你，你是这一代暗河之中最有天赋和责任心的人。跟随自己的内心，你会是暗河的那一束光。我会记住柯叔的话。那个小神医一直喜欢这个朱巢，改成药府也好啊。他确实想要这处朱巢，但我怀疑他并不是想要改成药府，而是想直接卖了。神医确实是个不错的姑娘啊。原来柯叔也会调侃人。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，我不再是穆可文，也不属于暗河，没有这些负担。我忽然觉得活在这世间也多起了几分滋味啊。无名声，暗涌动，归路于乱世求川河。天策引，德性百家于此，他归去。无恩，无怨，无羁绊。阿爹，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故事啊？他们曾经都是穆家的人，应该是好兄弟吧。后来，一个成了至高无上的大家长，一个成了驼背丑陋的看门人。大家长不是出身我们苏家吗？怎么哲叔说成穆家了？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木鱼，进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是。他们想杀我，无非是想得到这柄绵龙剑。为什么暗河之主一定要拥有绵龙剑呢？因为3家之上的提魂殿只认可绵龙剑，持绵龙剑者才有资格执掌暗河。提魂殿，那个掌管暗河赏善罚恶的提魂殿吗？提魂殿
可不仅仅掌控着暗河的赏善罚恶，他还负责分配3家的杀手任务，以及掌管着暗河所有的财富。而绵龙剑，所以剑出无法回鞘。这一次3家尖锐进出，必定要得到一个结果，而结果就是重新选出一位大家长。老夫纵横江湖几十载，没想到现在却要被人逼着退位。可暗河传承向来是以先代大家长指认继承人，我若认定了就选你，你当如何？我会另找一位继承人，再把剑传出去。你想带领你所有重视的人去往家园，过远离杀戮的日子，可是想要完成这目的，却又不得不在一次次的杀戮中活下来，真是矛盾的人生啊！苏沐雨，可正因为这样矛盾，让你的剑术越来越强。万姓之礼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从此之后，你我皆是血亲，3姓同宗，生生世世都为家人。虽是血誓，却也终究抵不过权力和利益。你认为3家家主中，谁可担当此任？谢家家主谢霸，刀法绝世，性格豪放，颇有大将之风，但过于冲动鲁莽，不是领袖之才。穆家家主穆子哲，武功深不可测，心思亦是深不可测。统帅暗河不在话下，但是他性子过于阴沉了些。而苏家家主苏晋辉，是这几代苏家家主中最得人心之人，性格沉稳，赏罚有度，是沐雨觉得最适合继承绵龙剑之人。你推荐苏晋辉，不只是因为这个吧？听说苏家把苏昌河监禁了，你想在传绵龙剑的同时，以此为筹码，换出苏昌河？3家家主的性子，大家长比我更明白。至于昌河，就算没有绵龙剑，我也一样会去救他。很好，带上绵龙剑去找苏晋辉，就说大家长之位传给他了。可你需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若最终别无选择，请握住绵龙剑，即大家长之位。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有选择。若连苏沐雨都别无选择了，那暗河的末日也将来临了吧？此事之后，我护送大家长北行，去家园。神医果然名不虚传，我感觉我身上的伤已经痊愈了。伤到筋骨至少要调养100天。苏沐雨进去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爹爹不是在这里啦，总想着别的男人可不行。头说要把绵龙剑带给苏家家主苏晋辉，尽快解决3家的纷争。临走时，交代了此行凶险，让我们在此处院落保护好大家长和神医。这个臭木头，竟然什么也不说，把我自己扔在这里。不是还有我吗？不行，想把我自己扔在这里想得美！我要去找他，说好的一直保护我。果然男人都是骗子。乖女儿，莫这样看到我啊！哎，对了，你不是想找沐雨那个小子吗？我知道一条近路，不过嘛，先叫一声爹爹听听。好啊！哎呦！家
回来了。家主，他们这是……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散播的消息，说是繁华死了，肯定会另立新的少主，都在积极表现呢。师兄尸骨未寒，他们怎么会轻信这种谣言？就怕是有人刻意为之啊！哎，华清，今日怎么这般狼狈？回家主，昨晚雨夜我去了趟苏家，看到苏昌河受伤被软禁了。家主，苏沐雨真的会拿绵龙剑去救苏昌河吗？哼，他苏沐雨不过是个无名者，有什么资格拿绵龙剑？更何况，就凭他苏昌河也配？启禀家主，苏沐雨带着绵龙剑出了朱巢。你说什么？苏沐雨带着绵龙剑出了朱巢？是，看方向，应该是朝着苏家去的。通知穆家，就说苏沐雨要传剑苏家，此时便是我们夺取绵龙剑的最佳时机。是。家主，为何要通知穆家？哼，穆子哲不是也想要绵龙剑吗？那就得出一份力呀。华清，谢家弟子由你统帅。是。小二，这酒味道不错，叫什么名字？此酒名为屠苏。屠苏。老弟，这名字对他来说不太吉利啊。对我也不太吉利呀。哎，谢家来拦路了。小心。放心吧，现在暗河之中，能杀我的人还没出现。苏家苏哲。哲叔，沈一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闺女不放心你，让我来为你清路了。嘿，你走你的，交给我了。来。小丫头，差不多得了。靠！血！哟，怎么越说越还来劲了嘞？哎。来下苏哲，我去找苏沐雨。丫头，先打一会儿再说吧。一起上，你留下绵龙剑。由我拦路，鬼杀莫行。嘿，我不管绵龙剑为什么会在你手上，既然让我遇见了，那就把剑留下吧。回去告诉谢老爷子，现在收手，既往不咎。我听说过你修炼的是拔刀术，讲究刀出刀回，便得因果。拔刀术，变回。收揽过雨水，便可成剑。小沐雨，往前行，不必回头。家主，
苏沐雨已过清河街，再有半炷香的时间，便要到这里了。他一个人来的？本与苏哲一起，可是半路遇见谢家杀手，苏哲替他拦住了谢家刀客。他来干什么呢？苏沐雨拜见家主。等了许久了。灭破剑法果然不凡啊！多谢家主夸奖。炎龙剑，大家长身上的毒已经好了，他让我带绵龙剑来此，交给苏家家主。大家长将绵龙剑传给苏家家主，自此暗河大家长之位由苏家家主担任，请老爷子接见。哦，有什么条件吗？其一，老爷子给提魂殿发一道手书，让我、大家长、哲叔以及朱影12校离开暗河。离开暗河，去往家园，条件倒是不难，只是你真的相信家园真实存在吗？这是另外的事，就不劳烦各位费心了。既然说了其一，那便还有其二吧。你说吧。这个家伙交由我处置。不行啊，家主，我誓死要追随苏家，你不能把我交给苏沐雨这个狗腿子。此刻只要老爷子愿意，便可拔剑继大家长之位。好，家主，现在不是执掌灭龙剑的最好时机。是啊，大家长这是在考验我呀。毕竟只是握住剑还不够，还得活着走出九霄城才行。你不拔剑，那么就由我来拔吧。别当傻子，人不是冲你来的，这个时候弄什么动？什么人敢来我苏家放肆？好大的一颗光头啊，真像是一颗卤蛋。你找死！我的这疯呢？怎么把他放出来了？此人是谁？穆家穆慈灵，当年从大家长那儿偷了炎魔掌的秘籍，自己偷偷修炼，结果把自己练得人不人鬼不鬼。这件事儿在穆家闹得很大，后来便被关起来了。卤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苏家，苏志奇。不错，死前还敢如此大声说话，确实有志气。哎呀，有些人的名字一听就起得很潦草，是注定要被杀死的人。不过有的名字就不一样了，譬如苏锦辉，这名字听起来就很难杀。生见慈灵，
死谏阎王！10年前我便劝穆子哲杀了你，他不愿意，说将来或许会用到你，却没想到他说的用到，竟是这个目的。单凭你一人想杀我，未免有些可笑。能不能杀，试过不就知道了？什么？好快！救家主！再厉害的武功也有它的破绽。当年我们3人合力制住你之后，我便想过如何单独破你的研魔掌。不错不错，倒是很多年没有见过家主他亲自出手。究竟在想什么？此刻只要我们2人出手，这场战斗便可以结束了。嘿，你个木鱼脑袋，你真以为大家长那么心甘情愿退位？他不过是祸水东野，想让3家自相残杀罢了。我知道，但只要我们帮助老爷子继位，苏家在这场争斗中稳固局面，这个死局便可破了。那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值得你去拼死拼活？或者条件，老爷子他会同意的。白痴！提魂殿3关根本就不会同意他的要求，他们甚至不认可老爷子的大家长之位。啊？为何？哎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总之，好好看戏，不要乱来。哇！走走走，出去看看。当年你看到的，只是我想让你看到的。你以为只要避开了我的研魔掌，就能不被我吸走内力了？之前的这场雨下得不够大呀，不如来一场剑雨。哦，苏家还藏着位高手啊！剑雨。这一招和你的18剑阵倒是有些相似啊。见过了我的掌法，你可见过阎罗王用刀？来了，老爷子的寒霜剑气。这下精彩了！可惜了这场好戏，缺了谢家一方，有些遗憾了。家主，木子莲已经到了苏家，目前正和苏家人对决。
苏家除了苏晋辉，此刻无人能与他一战。如此甚好，杀了苏晋辉，也能少了不少麻烦。可是放出这个怪物之后，我们无法控制它怎么办？这个怪物就算实力再强，也不会影响到暗河中人的利益，因为他从未想过要留在此地。他想离开暗河。所以此件事一了，我也无需控制他了。只是现在还有一件事情令我不安。何事能令家主不安？谢繁花死了，那是谢霸最中意的弟子。以谢霸的性子，不应该这么冷静。如今苏沐雨要去苏家传剑，谢家又想要一同夺取绵龙剑。虽说是想拖我穆家下水，但此事却透着些许古怪。安插在谢家的探子有消息了吗？回家主，暂时还没有。让他们务必盯紧。是。家主，谢家还有底牌吗？有，只看那个人是否愿意出手了。别乱动，相信我，你那3枚银针还来不及出手，你的手就会被我砍断。苏哲，好久不见。谢七刀，我与苏哲谈些话，你作为晚辈，给我倒杯酒，不过分吧？不要耍花样，否则我会杀了你。怎么敢耍花样呢？谢家其他人止步于此，我过去。苏哲，你留下，这个姑娘我不杀。看看你们的七刀叔，做事和刀法一样的凌厉呀。主要是和你打架太浪费时间，赢了也划不来。来，再倒一杯，我只再喝这一杯啊。这一杯我来给你倒了。哎呀，没想到七刀兄这般闲云野祸之人，也会来趟这趟浑水。这九霄城进了可就难出了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那人在暗河呢？人在暗河，永世的超生。此人便是谢家刀法第一的谢七刀，吓死个人了。唉，便是他了。如今的谢家家主之位，可以说是他让给谢霸的。方才他说的是谢家其他人止步于此，他过去，你留下，然后饶我一命。没错，他是这么说的。那你们这个约定里并没有规定我不能走。四舍，大家长房间内的阵法都布好了吗？已经布好了。头儿还没回来吗？没有。神医和哲叔跟着头出去，也还没回来。头儿独自去苏家传剑，肯定会被3家盯上。可是，头儿让我们12校守护好大家长，不得去找他。是啊，如今我们12校军事有伤在身，朱朝的守备力量也很薄弱。若是再分出人手，如果此时3家都盯着绵龙剑，那么朱朝暂时就是安全的，头儿那边才是最危险的。好，那咱们就兵分2路，我去找头儿。哎，不同，我去吧。我们也去。
那我和阿虎去吧。等我们回来。陈龙，神医，神医，是谁？是谁动的手？我明明已经拦住那2个人了。头，我愿意为守护而死，即便你守护的是一个极恶之道的掌控之人。不，我守护的是头你啊！既然大家长和苏锦辉都已放弃了绵龙剑，那么此剑归于谢家，还是归于穆家，与你还有什么干系吗？何苦要以死相守？你说的没错，或许真的是我错了。苏沐雨，你头，悲伤留给你们，这绵龙剑便交给我吧。再来抢走啊！从我的手中，这家伙好强！真不追吗？不追了，我们带陈龙回朱巢。谢道叔，我原本以为你不会参与此事。去问你那该死的兄弟吧。他难道说的是长河？神医，银狐，咱们走吧。真不追了吗？那是成龙拼死夺来的。那柄剑已经被人调包了，是假的。假的？假的？陈龙拼死抢回来的剑，居然是一柄假剑，是谁将剑换走了？应当就是那暗中出手之人。你们回朱巢，我去寻那人，我杀了他报仇，抢回真的绵龙剑。头，我们朱隐12小自从跟随你的那天起，便立过誓言，为你而死，不是悲剧，而是荣耀。如今陈龙已死，就让我前去为你夺剑。银狐，属下在。随我回朱巢。这是我的命令。面若平湖，而心有惊雷，这是大家长对你的评价。只是此刻的你，心中的确已不是平湖，而是一滩死水。现在的你杀不了我。见鬼了！银狐，照顾好陈龙和神。你是谁？我们曾经见过很多次。你是提魂殿的人。聪明。那么你可否猜猜，我是提魂殿的哪一位？提魂殿3关：天关赐福，地关赦罪，水关解厄。如今此处这般混乱，想必是水关前来解厄。哼，跟聪明人交流就是省事儿。龙剑，你想要这柄剑吗？我可以把它给你。
方才动手杀死陈龙的人，是你。没错，我会杀了你。你很大胆，敢这样和三官说话。我苏沐雨发誓，不管你身份如何，不管你走到何处，不管我需要耗费多久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听说你向来剑术高超，性格温和，没想到也会说出这等凶狠的话。可现在你杀不了我，因为剑在我手里。你需要先进行另一个选择，拿住剑，成为暗河大家长的第1位无名者。或许距离你能杀死我，才能更近一步。将剑给我，我拿给大家长，剩下的事由他定夺。这倒是有意思的很。有的人在争夺权力，而有的人只想逃走。不必惊慌，你要的东西我拿来了。这是花镜水，喝下以后运气3日，你体内的锥心骨就去了。那从此以后，我和穆家就没有关系了。接下来，提魂殿会下手书，追杀你到天涯海角。哼，来杀来杀，能杀得了我，便尽管来试。那么穆家主，不对，应该叫大家长了。慈灵便告辞了。去告诉苏家和谢家的人，炎龙剑已被穆家所得，即刻返回宗门。是。一个人都别想从这里走出去。谢奇刀，如今绵龙剑在我手中，我已是暗河的大家长。握住绵龙剑还不够，你要有命活着将剑带回宗门，拿到提魂殿3官的面前。等他们承认了你的身份，你才是暗河的大家长。但你走不出九霄城，甚至你走不出这间院子。哼！就凭你，自然不止他一人。谢家有长刀56柄，求一把剑，就是不知道穆家家主愿不愿意给。来的居然是你！天官赐福，地官赦罪，水官解厄。如今暗河混乱如此，自然是由我来消灾除恶。杀唐二老爷的任务是谁给的？哼，自然是你知道的那位。他的目的，自然是打造一个全新的暗河。新的暗河不该再有你。我可以去家园。家园？传说中暗河唯一的净土，在那里可以真正的放下屠刀，过一个平凡人的日子。可是大家长啊，你应该知道，家园是从来不曾存在的，那只是一个谎言罢了。我做了30年的大家长，比历来任何一位都要长，所以我也做了很多他们没有做到的事情。真的建立了家园？
你们想用我的死血洗出一个新的暗河，可我觉得，只有你们的死，暗河才能有新的未来。螳臂当车，不自量力！即便我满头白发，即便你们觉得我已不堪此位，但我依然是暗河之中最强的那一位。大家长，没事吧？连提魂殿都动手了，看来我们想结束这里的事不容易了。暗河水官也来了，看来真的遇到了暗河几十年来最大的变局。既是变局，我便不能失落此方。暗河大家长，你的命暂且留一留吧。连龙界被穆家夺走，谢家派人把穆家围了起来，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局面。对峙只是暂时的，估计用不了多久，双方就会发生一场恶战。苏瑞为什么没和你一起回来？我们的行踪被谢家发现，苏瑞被杀了。他们围困穆家没有动手，但是却杀了我苏家弟子。是的，谢爸说了，他与穆家的争夺战不希望看见苏家的身影。这次只是繁华之仇的一点利息。你退下吧。在谢霸老儿眼里，我们苏家气数已尽了呀。我们？你会觉得现在的你和苏家还是一体的吗？唉，穆秋叔是怪我不肯尽心尽力呀。得，那我接下来就要干活了。家主不让任何人进去。你终于还是进来了。老爷子猜到我会进来。毕竟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，野心与胆识都在。你以前被我压着不敢冒头，如今看我锐气已失，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。老爷子高啊！你想要苏家家主的位置，哼，可惜你是个无名者。苏沐雨身为无名者，没有继承大家长的资格。你也一样，没有继承苏氏家主的资格。被小瞧了呀！原来在老爷子眼里，我还只是个争权夺利的小人呢。不可否认你很强，但很可惜，苏沐雨是你的软肋。这样的你，是无法担任起苏家家主之位的。苏家家主，在你眼里或许是个很高的位置，可在我苏昌河看来，那就是个屁。我要做的，是一件暗河几百年来从未有人做过的事。我要实现的，是你们无人敢想象过的宏愿。我要改变暗河。你知道我为何给自己取名昌河吗？双日为昌，所以昌是指兴盛、明亮。
无经之龙，前方已无路，你还不愿止步？身为杀手，没有胜败，只有生死。只要未死，便还有路。是我们。你们把苏家人都杀了，你们这是要谋乱？发现的有些晚了呀。你居然……我居然也会研魔掌吗？虽然如今的你，我不用研魔掌也能够打赢，但我还是想让你死得更瞑目一些。长河，你应该记得，当年把你从外面接回来的是我，没有我，也没有你的今天。闭嘴！当年带我回来，不过是从一个地狱到达另一个地狱，而从地狱中爬出来，是靠的我们自己。再见了，苏家家主。秋叔，你是不是在想，走出来的是老爷子就好了？你执行了那么多次天字级任务，每一次出手之时，都是有了必胜的把握。想必这一刻，你已经等了许久了吧？秋叔很了解我呀，真是令人感动。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，而在彼岸之处，不应当只有长夜，还应有光明。秋叔，我花了整整6年时间，集结了这个组织，叫做彼岸。你想改变暗河？秋叔是本家族人，自小便被当作刺客来培养的吧？学习刺杀技能的苦，咱们都心知肚明。秋叔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要作为一个杀人工具而存在呢？为什么世人沐浴阳光，而我们却只能趋于黑暗呢？难道你没有想过去改变这些吗？6年时被强迫学习杀人技法之时，自是想过这些问题，但是这些年来，双手已经沾满了鲜血，又如何去改变这些？是啊，我没有将这枚戒指送予你，是因为你虽有觉悟，却早已丧失了勇气。然而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还年轻，按照小说话本的说法，我们还是少年。既是少年，便当不惧、不悔、不服。虽然我无法与你同行，但既然知道了你的目的，也愿意奉上自己的绵薄之力。你且附耳过来，我有个只有家主才知道的秘密，讲给你听。小心有诈！不妨，我信秋叔。他方才说的稳住。原来如此，我还想3家都撕破脸皮了，为何还守着那可笑的规矩？原来问题出在这里。谢了，秋叔。走。曾记得我说过要看看你的剑光，却没想到它是这么耀眼。来，公关，爹爹，你就带我去吧。啊！我害怕。不杀他吗？毕竟是秋叔，他方才说的那句话，也救了他。接下来，我们是去木匠吗？苏沐雨去哪儿了？他回朱巢了。那我们就去朱巢。难道是为了保护你的那位兄弟吗？当初加入彼岸之时，
我们便一直在为今天做准备。你身为我们的首领，不应该徇私。你说什么？你想杀了我？这就是你所谓的新暗河？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以苏沐雨的性格，除非他死了，不然他是一定会将绵龙剑给取走的。既然他选择不追绵龙剑回到朱朝，那就说明穆司令带回去的绵龙剑是假的。也只有谢霸那样的傻子才会去拼个你死我活。你若也这么蠢，便去给他陪葬吧。既是如此，说清楚便是。长河，住手！另外，你有句话也说对了，苏沐雨，他的命，我还真就保下了。任何人都可以死，但唯独苏沐雨不行。不行就是不行，除非我先死。三官，许久不见了。天官已经动身了，在你面前的只剩下了我和帝官。使者来此，可是宗主有了新的指令？是的，宗主命令三官即刻离开提魂殿，撤离暗河。撤离暗河？宗主说，新的暗河即将建立，这一次，即便是我们也无法阻拦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新的暗河流淌开来吧。只是当他们走到尽头时，会发现我们依旧站在那里。宗主的意思是，我们会以另一种形式掌控新的暗河，而提魂殿将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做了一天，腿都坐酸了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那就打吧！起阵，戊戌。这家伙耗了这么久，是在准备戊戌之阵。大家小心，戊戌之阵，所见非见。当年雪月城三圣主四攻长风，一枪便破去了百里孤须大阵，想来是有无上神威。我一刀挥下，却只能见面前3尺清景。大家围聚起来，以背上敌，切莫轻易动手。家主，下面有手！谢家众弟子，先驱邪刀舞！蝶舞9章记。蝶舞，杀生不留尘，声闻起，门闭。谢家的双生双死刀。这就是你们穆家的千机手，旁门左道。你想试试，是你的刀快，还是我的旁门左道快？或许我们一样快，但可惜我还有一柄刀。
我从来都不是你的刀。为什么？当年谢家家主之位，本来是属于我的，但是你想要，我便打算让给你。可是你不相信我，你娶了师妹，强迫师傅把家主的位置让给你。你恨我娶了婉儿。婉儿想嫁给谁便嫁给谁，只要她开心就好。但让我难过的是，她那些年很不开心，而且死得很蹊跷。这些年，你对我虽是兄弟相称，但你不知道，我每天练习挥刀时，假想的对象都是你。我不和你打，门口那些谢家弟子，我要带走。大家长之位，你不感兴趣？那个位置太高，我怕了。谢霸已死，以后谢家由我谢奇刀统帅，有异议者出阵与我一战。有意思。若无异议，便随我离开此处。大家长之争，自此以后与谢家无关。撤阵。接下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怎么了？这柄绵龙剑是假的，是木子陵使诈。以他的性格，并不会。剑底让还在大家长手中，我们去筑巢。桃木剑，大家长将死。墨雨，你回筑巢之后，脸色似乎一直不太好啊。回大家长，陈龙死了。难怪。你是否觉得自己选错了？墨雨觉得自己的路从未选错，只是我并没有做得很好。你呀，总喜欢将很多事情扛在自己的肩上。你苏沐雨的好兄弟苏长河啊，你不是受伤了吗？哎呀，装的装的，是苏家老爷子让你来的。苏静辉吗？他现在可指派不了我了。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这么隔着门说话挺累的，你让我进去。亲爱的大家长，我可总算见到你了。臭小子，来找我有什么事？我来问问大家长，你可不可以死了呀？长河，你是来说笑的吗？你觉得呢，大家长？大家长，你看我的这枚戒指，里面写着2个字，叫彼岸。这些年来，我在暗河之中，将这一辈最优秀的年轻人，都招募到了一起。我希望可以凭借我们的力量，到达暗河的彼岸。那里应该有光明，而不是长夜。不错的想法。所以，只有你死了，这长夜才算到了尽头。长河，我的好兄弟，我知道你也早就想改变暗河。可又不想沾染那些鲜血，所以一直勉强地用你的剑来维系着脆弱而又可笑的平衡。如今好了，路我已经替你铺好了，就让我们一起走向彼岸吧。
或许还有第二条路。或许还有第二条路。第二条路，有些事情可以妥协，有些事情我也可以为你背负。可是今天大家长必须死，否则必安组织何以树立新的规矩？我是鬼，永远守护大家长的安危，至死方休。你太天真了，我怎么会认你这样的人做朋友？这个任务我不接。放肆！提魂殿下派的任务，岂是你一个小小苏家弟子可以拒绝的？洛南太守张太成，传闻中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，所以你不想杀？给我们一个理由。没有理由，不想见。真是放肆！传信给苏晋辉，将其视为叛徒，直接抹杀。莫急莫急，看看谁来了。参见三官。苏长河，你来此何事？苏沐雨是我的好兄弟，他想给提魂殿一个他接任务的规矩。好呀，谁都能和我们提规矩了。看来提魂殿需要立一立威了。莫急，你且听他说。我兄弟说了，他有3不接：屠戮满门的不接，不知缘由的不接，不想接的不接。而我苏昌河来此，也立一个规矩。哼！你们2个初出茅庐的小子，不要以为这1年来杀出点名堂，就觉得暗河都是属于你们的了。和我们立规矩，大家长都没有这个资格。我倒想听一下，他要立什么规矩？我的规矩就是，所有苏沐雨不想接的，我都接。这就是我的规矩，不行吗？我觉得倒是可以接受，只要任务完成，管他是谁完成的呢？好，那么就说好了。若你做不到，那么等待你们2人的将是暗河最严酷的刑罚。唉，不必吓我，你们瞧好就是。你进去做什么？自然是帮你这个嘴笨的家伙谈判喽。你要明白，提魂殿不是大家长，他们只认规矩，不认你的剑。那他们同意了？那是自然，我的口才你还信不过？那你答应了他们什么条件？没什么条件，就是分析利弊。那提魂殿3官也不是傻子，自然会算账。多谢了。谁让你是我的好兄弟呢？长河，这么多年，多谢了。可是我有必须要守护的东西。你自以为是守护，可在我看来，你只是以守护之名在逃避。鬼窟院那100年的规矩，我们都能一起打破。长河，难道你就不能再相信我一次？终究还是要与你一战了呀！长河，大家长不能死。当年我说一起练寸指剑，这样身上藏10级柄匕首也没有问题，你偏要练18剑阵。可是18剑阵用一次就得收一次，今日你对那木子林已经用死了，如今光靠一柄细雨剑，你能赢我？这操纵长剑的技艺，好像是弹琴一般。的确是，因为苏十八创立这套剑法，就是为了纪念一位善于弹琴的女子。
看来又是一个痴情的故事。痴情谈不上，疯魔比较恰当。当年苏十八爱上了一个善于操琴的女子，可是女子却是他的击杀对象。无奈何，苏十八为了任务，最终击杀了女子。可是为了纪念那女子，他模拟着女子弹琴的技法，创出了这套18剑阵。杀了心爱的人，然后为了纪念心爱的人，创出了杀人剑法。你这哪是疯魔呀？这分明就是变态呀！这18剑阵自苏十八以后就失传了，直到沐雨这里才再次重现。莫非白姑娘认为沐雨也是变态的人吗？哎呀，大家长，我可没这么说。哦，那你觉得沐雨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老实人。白神医，你可真是个妙人呢。喂，白神医，你是不是喜欢上我这位好兄弟了？哼！嘿，你这人怎么一边打架还一边偷听别人说话？因为和苏沐雨说话实在太无趣了，还想办法劝我。这18剑阵是我陪你练成的。我比谁都知道你的破绽。平手。明知道此刻自己退也不是，进也不是，可还是什么都不做，什么也不说。你现在心里想的是不是，大家长不能死，苏长河也不能死，除非你先死。他可真是把自己好兄弟琢磨得透透的。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底线，但你的底线比我的上限还高，真是令人懊恼。我真的是懊恼了很多年。炎魔掌。你身在暗河，却想做一个好人，这很可笑。但是没有关系，你不想杀的人，我替你杀；你不想承担的罪孽，我替你承担。甚至你想离开，我也可以为你铺路。但唯独你死，我不能为你送葬。即使他们叫我送葬师。大家长，好。其实你敲门之前，我和沐雨聊了许多。哦，都聊了些什么？我和他打了一个赌。沐雨不是最讨厌赌的吗？你们赌了什么？我们赌最后能走到这里的是不是你？若是你的话，就将绵龙剑传给你。那沐雨赌的是？这，你便自己问他吧。指尖刃，你是唐林月？你们可是要拦路？路我们已经让了，至于能不能进这扇门，就得看玄武使的本事了。我为唐门使而来，非玄武使。不是说了吗？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能进来。哼！
我敲门只是因为所到之处非我宅邸，但我是否进来，并不需要任何人的命令。哦，竟然是连月兄，我的雨墨妹妹不够好吗？你还到这里来？暗河大家长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天启城玄武使，久仰大名。为何所有人见到我，都要称呼我为天启城玄武使？我已在朱朝之外徘徊多日，不愿动手，便是不想参与进你们暗河之事。如今风波已定，大家长，我来与你一战，仅为我二叔报仇。风波已定，看来你对我们暗河的局势有了新的判断。暗河之中，已经无人可以阻止苏昌河了。此话没错。在我动手之前，我有一句话要问大家长：是谁找的你们杀我二叔？收钱办事不提主顾之名，这是规矩。但是，我今天可以为你说一些其他的事情。家园，原来真的存在。沐雨啊沐雨，原来你早就安排好了这一切。唐二老爷早已不插手江湖之事，但是在唐门之中却最看重你。唐门从天启召你回蜀中，你不愿意，他都会义无反顾地站在你这一边。就是这么一个独自搬往孤冷地方独居的人，却受到了来自我们的暗杀，其中情有令人思量啊！原来是因为我的原因，感谢大家长告知连月。从你踏入天启城的那一刻起，你就不单单是唐门的唐连月了。我虽明白了，但我依然要杀了你，为我二叔报仇。既是如此，出手吧。唐连月，我虽然老了、伤了，可也不必这么小看我。唐连月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无妨，我这把骨头还未曾枯朽。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总有事情是你护不住的啊！不如随我一同看戏。倒是给你省麻烦了。神医好像从头到尾都很淡然，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啊？是啊，我刚给你下了毒，你不知道吧？难怪方才我一看到神医，心就扑通扑通的跳得越来越快了呢。哼，你一个小混蛋，真不害臊！哼！即便是唐二老爷与我对阵之时，也不得不用出万术飞花。你觉得你这般能杀我？好。你想要看万术飞花，便让你看看那万术飞花。不必担心，唐连月是个死板到有趣的人。放心吧，伤不到我们。你二叔能以花为花，
真祖啊，无法化天地万物为暗器，不如你二叔啊。说怎么呀？这隐阵之中藏着雷门的火药。大家长，天这么大，说明大家长肯定没有被炸死。唐门和雷门不是素来不和吗？怎么唐门的暗器中会藏有雷门的火药？天启司守护之首是李心远，她的丈夫是雷门这一带的翘楚雷莫沙。这就是我的第2道暗器，天雷无妄。可惜今夜无云，不然引雷而下，你必死无疑。这是暴雨梨花针。天雷无妄还是伤到你了，大家长。好浓的梅花香。看来雪落一枝梅的毒并没有解，如此我不需要动手，你也马上就要死了。即使如此，黄泉路上，还请大家长走好。大家长，大家长，大家长，想过今夜有趣，没想到竟会如此有趣。我们这边看来是来活了呀！上！苏家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当然是等着送你们归西呀！苏家苏鸾丹，你一个2流角色也配站在这里跟我对话吗？2流角色，穆家主，那就来试一试我这个2流角色的剑法。上！大家长已经被你们杀了吗？你想的倒是我们杀了大家长，而你手握绵龙剑，顺利的继任大家长之位。你的话太多了。你以为凭借你们几人就能对抗我们穆家这么多的高手？却也不止他一人。我也是将要跨向彼岸之人。穆青瑶，背叛我！你忘了，我是无名者，你本就不曾把我当做过家人，又何来背叛一说？给我杀了他们！别乱动，会死。好啊，穆雪薇，你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穆家人，你竟然……我们都是被这世间抛弃的人，唯有相互信任，才能到达彼岸。
动手！大家长，我们现在需立刻闭气行针。不必了，我能感受到我的大限将至，即便是神仙也无法逆转生死了。神医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抱歉，不必责怪神医，是我让他这么做的。那日我本以为已经治好了大家长，可后来发现雪落一枝梅根本没有完全根除。今日经过这一战，怕是……小神医，你已经尽力了。沐浴，长河，我们聊聊。长河，你要改变暗河？我想要改变的很多，如今不过是个开始。我想将这把剑交给沐浴，可如今看来，你更想要这把绵龙剑。其实，在很早以前，你也是我传剑的一个重要选择。是吗？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。因为你做事够狠，生来就像是要统帅暗河的。你和我年轻时候很像。大家长年轻时也想过改变暗河？是啊，可穷尽一生还是没能做到。只是你不知道你即将面临的困难，不仅仅是打败苏晋辉，打败我，后面还有比我们强大数倍的对手。大家长指的是提魂殿三关？提魂殿不过是他们设在暗河之中的傀儡罢了。暗河背后的真相，是你想象不到的恐怖。那么大家长可以告诉我，所谓暗河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吗？别急，那些秘密就藏在我们下方的密道之中。待我死去，你们尽可以去看。沐浴，我再问你一句，你真的不要这柄剑吗？沐浴，这世上只有你拿这柄剑，我才会让给你。现在暗河的深处有许多我们无法触及的领域和对手，就算你不想当大家长，如果没有你的辅佐，长河怕是步步惊心呢。长河，你真的想要改变暗河吗？我说过，我要改变的很多，这只是个开始。双日为昌，从我取名苏长河那天起，就不想让暗河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。请大家长传绵龙剑于苏长河。那你就握起绵龙剑吧，成为第一个以无名者身份继任大家长的人。苏长河，恭请大家长赐剑。我会完成接下来的事。今日以后，暗河便没有送葬师。我走了。今日以后，暗河也再没有直三鬼。我会铲平提魂殿。知道你一直想去家园，只希望每年秋日开花之时，我还能与你重逢一日，畅饮一番。暗河的人，若能找到暗河之外的良人，也算是得到真正的解脱吧。出去以后，你继大家长之位，我统帅苏家。唉，我看这个白神医就不错，肤白貌美，身材也不错，虽然没有雨墨妩媚，却挺适合你的。再见了，沐雨。我们一起带来一个新的暗河，但我需要先和神医去往江南处理一些事情。好。沐雨，你真的决定留下来吗？我
相信你的选择，也相信你可以做得比我更好。此事已有结果，我们不再是敌人了。武器全都放下吧。拜见大家长。沐雨，你现在还有机会，可以改变主意的哦。不用多说，我们出去吧。大家长，你还真是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决定呢。只有这样的决定，才能带来新的暗河，成为这个天下不一样的影子。哼，你很看好他们呀？一个组建了新的势力，一个收复了我的烛影12校。那我便看着吧。只是大家长，不管结局如何，你都看不到了。我如今已不是大家长了。我信过木，也信过苏，却从来没有走出过这片暗河。影子就是影子，走不到光明的地方。苏家苏昌河和先任大家长认可，赐绵龙剑，即今日起继大家长之位。哼，大家长之位岂能儿戏？先问过我再说。拜见大家长。朱影杀手团苏沐雨谢魁之位，任苏家家主。拜见苏家家主。从今日起，暗河将不再有无名者，不再有所谓的鬼窟渊试炼，暗河弟子都能走出黑暗，立于光明之下。暗河三姓皆为家人，我们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暗河。吹好了，给你。谢谢。官人，风大雨冷，上来坐坐呀。我回来了。还热乎，还热乎，太好吃了。神医满意就好。今日怎么人更多了？春日谷雨，风吹心动，易发病。发什么病？发春病。哪里不舒服啊？我这心脏跳出来了！哎呦，我腰
哪里不舒服？我心口不舒服。10两银子。什么呀？这10两银子。1两板蓝根，药不贵，看谁熬了。你去春望楼找个托儿相公聊聊天，也得30两银子吧？比得上我家这位半分容貌吗？不要，我就给别人了。我要的。托儿，不对，苏公子，帮我熬药。下一位，我出100两，我要让他跟我睡觉。没有这个服务，最多让他喂你喝药，200两。中，这不是钱塘城吗？怎么还有中来的？忙了一天了，你不累吗？还好，不过是熬些药罢了。比起以前的那些事，轻松多了。我发现你很享受啊。不错，是挺享受。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我很享受这种平静平凡的日子，好像一日总在做这些事，总在说那些话，但却真真实实的感受到活着。多愁善感的从良刺客，你说是就是吧？饿了吧？来，尝尝这个。我不饿。忙了一日怎会不饿？我昨日炖的那只鸡少了一味调味，今日改善了一下，你再尝尝。又是鸡。我还在隔壁王姐教我的基础上，用鸡汤烹煮了面条。告诉我，为什么你的剑法这么好？因为我面具做的这么难吃。那要不我再问问王姐？哎，苏沐雨，答应我一件事好不好？沈怡，你说。答应我，放过王姐，也放过我。多试几次总能成功的。练剑这样，做饭肯定也是这样。为何当年无名者100人？只有你和苏昌河2个人能活下来，大家难道没有试很多次吗？凡事都是讲天赋的。当老天爷给你握住了杀人剑的天赋时，就夺走了你杀鸡刀的才能。那个苏沐雨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怎么又有一只鸡？是陈家大娘送的。他知道我跟王姐学做鸡，便送了一只鸡给我练手。你学了3天，他们送了8只鸡了。那我们明天吃什么？苏沐雨，你知不知道你的形象在我心里现在下降得很快吗？这真的是我脑海里的第一想法。这段日子，每次吃完我便想着下一顿吃什么。但这种愁人的感觉，总让我不由得泛起笑容。笑？哪里好笑了？反正我一点都笑不出来。你知道吗？我每日最喜欢去逛的便是市集，只觉得市集之上车水马龙，水雾缭绕，在那里我能感受到非常久违的一种活着的感觉。暗河大诗人苏沐雨。这里的景色真美啊，是吧，长河哥哥？是啊，
没想到苏沐雨念叨那么久的家园，我居然先来了。沐雨哥哥为何不来呢？我怕他来了就走不出去了，所以让他去了另一个地方。哪里？那家伙在钱塘城，事情还未彻底了结，他有义务护神医度过这段时间。沐雨那个人啊，你我都了解他，重责任。不过他和小神医之间，或许还能有更多的故事发生哦。钱塘城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，那里还有一处隐士之所，里面的人要是知道苏家家主来了，想必会很紧张吧。你刚继任暗河大家长，着急来家园做什么？自然是等人呢。什么人？唉，等身穿官袍的伪神，游离世间的亡魂呢。不愧是执掌绵龙剑的新任大家长，你很聪明。你们想用家园来要挟苏沐雨，先过了我再说。确实是暗河这一带的翘楚，但仅你们二人的话，你们小看了我，也小看了这处家园。我身后的这座村落里，高手如云。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谈判。什么谈判？我们可以允许家园的存在，但是苏沐雨得回到暗河。你和苏沐雨建立的新暗河，依旧需要受到提魂殿的制衡。可笑！我给你时间想想。我们走。他们还会再来吗？不会的，知道我们早有准备后，他们应该就明白计划无法成功了。唉，只是沐雨，他的好日子要到头了呀。听说钱塘城最近来了2个有趣的朋友。钱塘城很多人都很有趣，可大多数都算不上是朋友。那个女医者一来就治好了李员外的病，那李员外的病当初可是你看后都直言无药可救，如今却被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医者治好了，岂不是很有趣？看来先生已经偷偷跑去见过了，知道是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了。不曾，是山堂前几日与我说的。那山堂可曾告诉你，这位女神医的身边跟着一个总是背油纸伞的男人？若真是那人入了钱塘城，可绝不会是我们的朋友。哦，那看来你得下山走一趟了。这，先生你不去吗？你先去，要是人家并无恶意呢？可人家要是有恶意，我怕是回不来了呀。这局已定，白子输了。既然谢贤侄说我赢了，那我便是真的赢了。谢师兄背着书箱是要走了？书我已经看得差不多了，要离开了。
既然看了学宫中的书，总该为学宫做些事情。山下那人，我替二位去看看吧。谢贤侄可曾听过，暗河有一位随身携带油纸伞，喜欢雨夜杀人的杀手？持伞鬼苏沐雨，正是。看谢师兄这神色，莫非与他相识？有些交情。交情？谢贤侄在暗河之中，竟然也有朋友。当年魔教东征，暗河曾帮助各大派一起抗击魔教，我曾和苏沐雨一起并肩作战，所以有一些交情。他在山下何处？城南洛怀街口，白鹤药庄。你见到他，只需问问他，来此处是否为了杀人？如果是为了杀人，那么学宫就不得不插手了。之前我就说过，苏昌和此人不简单，不然穆子哲、苏晋辉这两个老狐狸也不会斗不过他。原本想要通过家园来威胁苏沐雨和苏昌河，如今此计不成，下一步该当如何？是你？是我。宗主说什么？宗主说，江湖之事便于此平息，接下来的事留待天启处理了。宗主要亲自出马吗？你们与新的暗河已经无法共存了，接下来宗主会亲自和他做一个交易。苏昌河倒是个很会做交易的人，宗主有信心在他身上得到便宜。每一位暗河家主都会有不得不做的交易，即便是苏昌河，也逃不过。你怎么一晚上都没睡啊？信上说了什么？昌河和七刀叔达成了共识，七刀叔继任谢家家主之位，效忠昌河。穆家由穆清扬暂代家主之位，穆子哲还没有被找到，提魂殿在他们回去之前被烧了，什么都没有留下，三观也下落不明。苏昌河没有催你回去吧？他说时机未到，不用我回去，还是想想中午吃什么吧。又要吃？哦，我不太饿，我还是不吃了。不过明天是锦月季1月1次的花剑日，有花剑饼售卖哦。花剑饼，锦月季的金字招牌。苏沐雨，你要是能买来花剑饼，明日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吃完，全部吃完。哦，此话当真？我药王谷的金字招牌立于天地之间，岂会食言？好，我一定让神医吃上刚出炉的花剑饼。好，开始今日的问诊吧。外面的那些人可是等急了。神医，但之前真的也太漂亮了！喂，神医，快点！果然，帅可以当饭吃。外面牌子写了，1日接诊30人，今日名额已满，想要看苏沐，想看病，请明日早些来。怎么是个男的？苏公子，魅力可以啊！谢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沐雨兄。这位白衣公子看起来也很是俊秀呢。看到我们就到我们呀！今日不看了，今日不看了啊！诸位拿好今日发的木牌，明日按照顺序再来排队。那明日见，好了，我想你的。这位先生乃是山前书院的现任院监谢轩。如剑仙，您就是
就是那个从来没有练过剑，但是第一次拔剑就拔出了剑仙之姿的如剑仙谢轩。久仰久仰，我药王谷神医白鹤怀新百草的小师叔。星耀王的小师叔？对对对，童叟无欺。谢轩见过白神医。如剑仙不用那么客气。想我与司空长风平辈，而司空长风乃是星耀王的半个徒弟。有理。如此推算，您足足比我高了2个辈分，所以给您行礼是应该的。谢先生来此，是特意来找我的吗？托一个前辈的请愿，想知道你来钱塘城的目的。不为杀人。那便无事了，告辞。我最近在学坐骑。坐骑？小鸡快跑！采撷无却日，烹饪有秘方。做菜如练剑，一窍未开，窍窍不通。做出来的东西，自然是不可闻、不可视、不可食。如剑仙，居然是一位厨神啊！不是厨神，只是看过的食谱多，去过的地方多，吃过的美食多，所以会做的也就多了。所谓食道，讲究很深。许久未见，不如小酌几杯。谢先生的书箱中居然还有酒。若书箱里只有书，那这千山万水，我这一路行来就略显乏味了呀。这酒名唤桃花，乃是青城山的一位朋友所送。苏女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？这酒这么烈吗？原来沐雨兄不能吃辣呀！你不能吃辣。我谢轩此生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用真气强行压制住口中辣味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谢先生，可愿意教我做菜？书中有颜如玉，有黄金屋，自然也有八珍玉。这本食谱借给你看，看上10年，北离出神就是你。多谢了。那若只能看上10日呢？那做这碗牛肉面还是没有问题的。上一次我们相见，还是在边境共遇魔教，如今却在这钱塘城的小院里喝起了酒，这感觉还真有点不真实。谢先生也觉得这一切很不真实。有一句话我不知当问不当问。我仍在暗河，只是这些日子暗河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哦，可讲否？暗河有了新的大家长。谁？莫不是你？是昌河。怎么是他？真是个不好的变化呀。谢先生当年就不太喜欢昌河。我读过很多的书，走过很多的路，自然也见过很多的恶人。你的那位好兄弟，或许不是世间最恶的人，但绝对是世间最讨人嫌之人。脸皮之厚，世所罕见，千古绝唱。千古绝唱也能如此用？等他死了就能这么用了？堂堂如剑仙，
竟然在背后咒人。你居然也来钱塘城了？是啊，来杀人了。长河，不要开这种不合时宜的玩笑。好吧，好吧，别紧张，如剑仙。如今我已经是暗河的大家长了，就算要杀人，也不需要我亲自动手。多年未见，如今见你这讨人厌的家伙，还得唤一声大家长了。如剑仙客气了，叫我长河就行，亲切。哼，谁想和你这家伙亲切？你来钱塘城做什么？我是来找沐雨的。我带他离开钱塘城，然后去办点事情。当真？当真。长河，你找我，不会是今夜就让我离开吧？看来我的苏家主爱上钱塘城了呀。哎呀，还是说舍不得我们的白神医？这语气中尽是不舍之情啊。哎，有酒。居然没了。不过这酒满是桃花香，味道还真不错。谁酿的？我也去买上一坛。青城山赵玉珍，你若想买，可得看人家愿不愿意卖了。哼，原来是鼎鼎大名的道剑仙呢。以后若有机会去见一见他。以他的性子，就算去了青城山，你们怕是也很难见到他。好了，既然你们今夜就离去，那我也告辞了。我总觉得你与他是完全两条路上的人，却总是同行。起初不明白，后来想起了书中的一段话，便又明白了几分。什么话？隔窗闻漫雪，咫尺若天涯。是说我们两个虽然相隔很近，但实际上却相距很远吗？不，是你们之间的咫尺与天涯，仅在一念之间。珍重。我前日才刚接到你的飞鸽传书，今日你便来了钱塘城。难道暗河之中的事情都已经解决了？替魂殿三关虽然还活着，但剩下那些余孽不足为惧，交给穆青阳他们处理便是。我来此，是要你陪我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黄泉当铺。那个神秘的钱庄，去那里做什么？世上最神秘的钱庄和世上最神秘的杀手组织，他们之间必定藏着什么秘密。这也是为什么当初几位家主完全无视了暗河中的规矩，却依然坚持要抢到这绵龙剑才敢登大家长之位的原因。你在钱塘城的日子忽然就这么结束了，不会怪我吧？本就是幻梦一场，总该结束的。能否等到明早再去？这么睡下去，怕是要惹上风寒。神医，要吓死我！我一开始是睡着的，就是有什么香喷喷的东西进来了，一下子就把我熏醒了。锦月祭1月1次的花剑日才有的花剑饼。哇，好香！我说过，保证每月都让神医吃上的。你又只睡了2个时辰，便去锦月祭门口排队了？好吧，那我也不能食言。看在花剑饼的份上，明日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吃。好，只是明天便不能再为神医做饭了。长河来找我了。
去吧去吧，你本来就有事要做，待你功成而归，呵怀药府在这里等你。钱塘城的所有女孩子们也都在这里等你。多谢神医。那你早去早回吧，我们都在这里等你。神医，那我走了。早日回来，做碗好吃的面给我吃。好。鬼差开路，相见黄泉。已见黄泉，鬼差何在？身高9尺，纸伞碧阳。黄泉的鬼差，身上果然是一股阴气啊！主人派我等在此等候许久了，暗河大家长。素闻黄泉的主人神通广大，居然早就猜到了我要来此。那便请大家长和苏家主上船。他又是何时出现的？这样难道不是很好吗？至少在这世间，还有比我们暗河更不可理喻的东西存在。公子便是这一任的苏家家主苏沐雨了吧？公子长得真是俊秀啊！姑娘也是美人，过赞了。我也是美人呢，这样也是吗？不与公子开玩笑了。姑娘会易容术。你确定我就一定是姑娘？还真是邪门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女子名叫红英。黄泉当铺到了。公子要平安的出来。见了鬼了。也是有趣。穆家那些人也会易容术，但和这红英比起来，相距甚远。算不清楚了，不算了，把他们都杀了。掌柜所言可是当真？杀了，一了百了，死不认账。遵命。二位就是如今的暗河掌权者，大家长苏昌河，苏家家主苏沐雨。有趣。不成想，如今的暗河竟是有2个无名者掌管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
这与我们此行似乎并没有关系。在黄泉当铺中还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不愧为曾经的魁。所谓魁，人中之龙，与我们是同路人。阁下便是黄泉的主人。哎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我就是一个算账的，可当不起黄泉主人这4个字。你们要来看东西就来看东西，可别害我。不敢，掌柜的言重了。那便不废话了。掌柜的，你就直接带我们去看一看暗河的宝藏吧。如剑仙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叫我谢轩便好，冒昧打扰，没有事先知会神医，还请见谅。那我便叫你谢先生吧。以谢先生的行事作风，没有敲门就进了院子，想必是有特殊原因吧？但是我已经得到了答案。想必谢先生是来看苏沐雨走了没有？放心吧，钱塘城中没有什么值得他们留恋的，说走便走了。看来是我小人之心了。神医看的什么书？不是什么正经书。哦，不是什么正经书。就是一本小说话本，虽然看着故事好看，但是没什么大道理。对于你们读书人来说，算是下品吧。神医此言差矣。所谓的道理，从来都是自己悟出来的，故事只是一个媒介。既然姑娘说这个故事好看，那便是好书，可否借我一阅？自然。大秦末年，王朝崩塌，群雄崛起。后来的北离开国大皇帝萧绎自西南起兵，军号天武，一路征伐，百战百胜，被奉若神明。但萧绎的麾下，藏匿于冲锋陷阵的天武军之后，还有一个神秘的刺客组织，名曰影。该组织专门负责一些刺杀敌方主将之类的任务，首领名易水寒，可以在黑夜中彻底隐匿行踪。杀人时若鬼魅现身，杀人后又能如烟尘消散。谢先生不看了吗？是本好书。先生也觉得这小说话本很精彩？你错了，这不是小说话本，这是一本史书。史书？北离开国史上哪有这段历史啊？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组织存在，那么为什么我从来不曾听人提起过？史书从来都是有2本的，一本是给世人看的，而另一本记录的才是所有的真实。那么北离开国的时候，真的存在过这么一个专门做刺杀的队伍？这本书为什么会藏在暗河之中？难道说暗河？有些事情光靠猜测是得不到真正的答案的，你说是不是，苏哲前辈？许久未见了，如剑仙。短短几日时间，就在钱塘城中同时见到了暗河最强的3位杀手。爹爹，我说乖女儿啊，你回钱塘了也不说一声。爹爹。是啊，这是我的女儿，漂亮吗？自然。女儿，你们方才提到的那本书，给我看看。来吧，一起看暗河的宝库。这便是暗河的宝库。听你的声音似乎有些不屑啊。
也对，你对金钱并没有什么概念。你或许不知道，这屋子的金砖加起来能值多少钱？能值多少？买下一座钱塘城，够不够多？开门见山，自然就先给二位看点粗俗的。若二位以为暗河的财富仅是这些，那也太小看暗河的仙位了。哎，莫急莫急，屋中无人。无人而有剑气，里面藏着剑心主的兵器。这里面的名剑大多出自剑心主、名剑山庄以及已经覆灭的无剑城，另有铠甲、长刀、弓弩，也都是山北鲁家这样的名门所制。你看那霸王甲，世间皆以为只有穆家藏有一具，其实你们暗河有一套一模一样的。这里的兵器是有钱也买不到的稀罕物，无剑城，其中的任何一样都值得江湖人抢破脑袋。我说掌柜的，你语气这么得意做什么？这不都是我们的东西吗？习惯了，习惯了。那我们再来看看后面的。接下来的可要小心了。我曾与雷门雷千庭一起参与了对叶鼎之的围杀之战，这些名字我曾听他说起过，都是雷门中最厉害的火药。暗河中居然还藏有雷门的这些物件。除了麒麟火牙之外，雷门之中天字级的火药，这间屋子里全都装满了，所以要格外小心。若这里的火药同时引爆，整个黄泉当铺都会被夷为平地。岩蛇？错了，错了。我在穆家见过百毒谱，一模一样。这是绵蛇王，同时用了温家和唐门以及百毒门等一众独门世家的剧毒来饲养。如今这条蛇浑身上下都是无药可治的剧毒，只需要一滴它的血，就算是有30年功力的天境高手，也能轻而易举地放倒。成河，别乱来。只是开个玩笑。那么旁边这2个药柜呢？自然亦是天下奇毒。若没有猜错，剩下的一道门中藏有各类暗器。你很聪明，没错。接下来的这间屋子里藏满了各类暗器。除了没有唐门的暴雨梨花针、佛怒唐莲、孔雀翎这类秘传暗器外，其余的也是应有尽有。这院子中不止这几间屋子吧？还有接下来的那几间屋子，分别藏有奇门阵法之术、各重要城池的官家堪舆图等等。只要你能想到的，暗河的先祖们都已经将它们收纳其中了。所以，这便是暗河的宝藏。你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很高兴啊。这是暗河传承100年才堆积起来的财富，只有拥有这些，才能将整个暗河运转起来。所以为什么说得到绵龙剑才能继承大家长之位？你以为只是一柄剑的象征？如果只有那3间屋子的金砖，或许我能这样认为。但是今日看到这些，我只有一个想法：若将这些带回暗河，暗河随时是一支军队，一支全天下最强的军队，所向披靡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禀宗主，他们已经到了黄泉当铺。
送葬师苏长河，纸伞鬼苏沐雨，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掌控住了暗河的秘密，可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，仅凭一柄绵龙剑，还是无法取走那些东西的。暗河，终究只是握在我们手里的一柄剑罢了。我们的人呢？到黄泉当铺了吗？他们此刻应当已经见面了。我以为这间院子只有手持绵龙剑的主人才能够走进来。前尘过往，你们自己细聊。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一句，这里是黄泉当铺。当年提魂殿中见到你们二人，我便说应该将你们都杀了。可我也说过，正因为他们危险，所以才有将他们留下的意义。而从最后的结果来看，或许当初杀死他们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如今应当是后悔了吧？这是炎魔掌，不要硬扛。这样的功力不是一朝一夕便可以练出来的。你不是继任大家长之后才开始练的，你早就开始偷学了。这个答案，你们可以去下面问问大家长了。你们二人的武功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。不要再说这么自大的话了。你们三人的性命，今日就得留在这里了。可我们今日来此，不是来和你们分什么死活的，我们是来……你我之间，就在于一场死战。还记得你那手下的仇？他是我的家人，能和沐雨结下死仇，兄弟，你的路是走到头了呀。既然如此，那就……我方才说过，这里是黄泉当铺，我只允许你们在此聊一聊那些往事，可没让你们把我这里给拆了。王掌柜，有些话你怕是还没有和他们二人说完吧？大家长，我还未说完的是，你们手里的钥匙只是能打开这间院子罢了，但是要拿走这里的东西，还需要另外一件事物。哦，什么事物？这个。正是这个钥匙可以打开这间院子，而这块腰牌可以取走院中的东西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哦，难怪提魂殿三关始终能够凌驾于三家之上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太小看我们，也太小看黄泉当铺了。哼，哈，三关这是认可我和苏沐雨来执掌暗河了？你觉得如何？你们好像忽略了一件事。哦，我们忽略了什么？我们并不认可提魂殿，更不认可你们三关。
新的暗河之中，不需要你们存在。看来是我们自作多情了呀，只是你们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。这是一份邀请，莫不是三关中谁要成婚了，邀请我们前去赴宴？你们想要一个答案，想要建立一个新的暗河。苏昌河在家园拒绝了我的交易，可今天这个交易你无法拒绝。这个地方你们一定要去，这个约你们一定要赴。去哪里赴约？天启城。天启城？那所见之人又是谁？所见之人的先祖在100年之前创立了暗河，至于剩下的，等你们到天启城之后，自然便会得到答案。有意思。可为什么我一定要对暗河这个答案感兴趣？收起你的研磨厂了，在黄泉当铺中杀人，也只有你这样的疯子才想得出来。你说对了，就是这样的疯子。你说的约我会去赴，你的命也先留下，还是让沐雨亲自来去吧。要不，你现在就动手？这是不把我们黄泉当铺放在眼里。不急于一时。疯子！我知道这是你的地盘，可我还是会发疯的哟。抱歉，掌柜。哎呀，刚刚差点没忍住啊！但是不理清暗河背后的隐秘，我们确实举步维艰。他们主动来寻我们，倒好过我们去找他们。不过，天启城是不是听起来也有几分趣味？如果你曾经去过天启城，就不会觉得那里是什么有趣的地方。让暗河入天启，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有些事情只有越危险，才越值得去做。因为世间的每一件事，都有属于它的代价。你想要这座平静了许久的天启城染上血雾，可影宗本是护卫皇城的所在。很多事情已经开始不一样了，我期待他们的到来。哎，我的乖女儿，在看么事啊？苏沐雨，她可能暂时不会回钱塘城了。哎，她本就是苏家的家主，自然不能一直留在这钱塘城中啊。她回暗河了？不，信上说她要去天启城。皇城天启，她去那里做么事？信上并没有说。看来我也要准备动身了。皇城天启，阿爹，你去过天启城吗？那是世间最繁华的城池，是世间最安全的城池，亦是世间最危险的城池。世上有2个戴恶鬼面具的人最可怕，一个是我，白小堂之主姬若风，另一个便是他了，暗河的魁，人中之鬼。我本以为暗河会在这一次的混乱之中彻底离开历史的舞台，可却在他和另一个年轻人的手里得到了新生。所以，他们真的在来天启城的路上？消息不会有错，他们这一路前行，肯定是冲着天启城而来的。据说，世上有一条河，是常人无法看到的，只有在最深的深处，顺着月光，你才能依稀看见它。而沿着这条河流往上走，就能找到他们。他们是黑夜里的利刃，最凶狠的刺客。而如今，这条暗河要流入天启。